中年男人后半辈子的通天路呢，也就16个字吧。弱时木强，强时木真，真时木绝，绝时木空。不管你现在是处于正在创业的阶段，还是说你已经创业成功了，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你现在这个阶段再上一层楼的话，又或者说你已经事业有成了开始追求感情的一个这种更高层次的一些东西了，但是你却始终就是得不到那种优质的滋养关系，甚至被一个条件不如你的一个女人看不上不尊重还经常被她冒犯。那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 case， 我希望你们认真听一下。焦哥，我直接帮你们揭露一下东亚社会的禁忌，它或许能帮你快速的走过未来的10年弯路，让你能够在事业上无往不利，在感情上征服顶层的美女，并且还能被她崇拜，被她敬畏那这位兄弟呢，我们就叫他春哥好吧，今年已经40了，是做建筑行业的，经常被外派到非洲去。除了在20年之前有一个女朋友是谈得比较好的之后春哥可以说是没有正儿八经的谈过一段长久的恋爱然后在最近呢，春哥在朋友的这个生日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学声乐的海归女生这个女生25岁，家庭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自己开了一家培训机构。那当时酒过3巡之后呢，这个女生就唱了一首《暗恋航空》在场的其他人因为都在玩游戏，就只有春哥一个人在很认真的听这个女生唱歌，所以女生唱完之后呢，顺势的坐在了春哥旁边，两个人就借着这个酒劲儿聊了非常多的话题。春哥呢，当时就跟女生讲了自己曾经因为事业放弃了什么样的感情等等而这个女生呢，也跟春哥讲了自己最大的理想呢，就是想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只不过家里呢不是很支持，所以就做培训机构了就是两人呢都身上有一种好像身不由己的那种无奈，再加上这个女生确实长得是漂亮，所以春哥就加到了这个女生联系方式，并且有了后续。那之后呢，春哥单独就约这个女生见了2次第一次见面就给这个女孩子送了一对金耳环可能他发现这个女孩子可能不是很喜欢金子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直接送了这个女生半颗雅宝但从这之后这个女生对春哥呢更冷淡了。春哥他当时不想放弃这个女生，他觉得自己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能够遇到一个可以说是就是吸引力很高，并且感觉好像是这种灵魂能共振的这种就很心动，他觉得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他确实不想错过了，所以就有了我的出现。 OK， 那春哥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属于我前面所说的第4个阶段中的这个第1个阶段吧。弱时木强，大多数34到50岁的中年男人，哪怕你事业再怎么成功，你也只是停留在了这一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感情上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好像都可以靠一个强字去解决这个 case 里的春哥呢，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觉得女生之所以对他冷淡，是因为付出还不到位，所以他之后甚至从金子再到梵克雅宝，对吧好像还转过一笔账去展示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次转账，换来了女生的退回。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怎么说的，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我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我觉得我跟你之前所相处的所有的女生可能也不是一类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其实大部分兄弟即便你一个月给这个女人花掉6、7位数，但是说实话真的很多优质女生她看重的不是这个。你会发现一开始或许有些女生还顺从但是后来她们并不会跟你去朝着一个非常棒的两性关系去发展。为什么呀？你靠着一股蛮劲儿的瞎冲，你们肯定很难去走到那个点位的，毕竟人家不是普通女生。而这个呢，也就到了第2个阶段了，叫做强时木真，就是人家所处在的一个档位，你在自己足够强大的同时，你并不会无脑的去施压，而是知道先停下来，先看懂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你们之间的真相和规律人家女生可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对不对？那这个规律呢，我说实话你也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分析的。就比如说春哥这个情况它的规律是什么呀？像这种条件不错的女生，人家自己开培训机构的，缺你那根项链，对吧？她并不看重物质了，她反而更在意的是那种那种情绪共鸣，被深度理解，还有就是男孩子的那种身上的成熟稳定那种内核，还有就是什么那种真诚，但不是舔狗的真诚尤其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女孩子
他会有自己的事业，他就会更加的关注你的事业心和你的上进心。因为优质女人找对象找的不是恋人，而是战友，是能够资源共享、精神共振、共同扶持的战友。而你一直在展示你的物质条件，这就完全是拿肉喂兔子，肯定没有效果的。那解题思路有了，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春哥可以去做提升了啊！在我接手之后呢，春哥的这个无论是产识面啊，还是说是聊天的一些这个能力吧，都肯定是都在一起往上升的，对吧？那有一天呢，我就让春哥去问这个女孩子啊，当时问她说睡醒了没有？女生当时可能是还没有睡醒啊，过了2个多小时才回复说好，非常的冷淡，是不是啊？反应呢就像是就是有点像我的感觉就是天崩开局吧啊。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通过半小时的聊天就让这个女生对春哥重新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的哈。来，我们就直接讲啊，羡慕能自然醒的人，我都在机场等着了啊。女生当时就问说去哪儿玩啊？好，这里其实有一个重点，女生出于礼貌接了我们的话题，但是潜意识之中还是觉得说，就春哥还是那种每天是游山玩水的那种大闲人，是吧？所以出口直接就是去哪儿玩啊？那我们呢，肯定是要扭转这种负面的形象。于是呢，我们就回他德班，我也想去玩，可惜公司那边有事儿，一落地就要去开会。于是当时就回复说辛苦辛苦我们就回复说不辛苦命苦，像我们这种创业的大大小小的事儿呢都得亲力亲为，天生劳碌命。那女生也直接说了哈哈哈，我还好，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女生跟他好像在撇清关系，又好像在顺着他去回复说实话女生这里还是蛮客套的，是吧？甚至还带了一点点就是在好像主动拉开距离般的感觉。女生的回复是什么态度，我们呢就必须要给予对应的态度，懂了没有？这是男人的第3个阶段，真实目觉。就是女人她冒犯了你，你不会因此愤怒，或者说是很不爽，甚至是失去理智，不要女人对你释放了好感，你也不会说因此去丢掉了框架，丢掉了自己原本的那一套这个相处的逻辑就去迎合她，肯定不行。因为真正通透的男人永远不会急躁，他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越用力就越有结果的，顺天道顺人性，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女生都主动拉开距离了，那我们也要趁势去立框架去回她。我们怎么说的你之前不是说了吗？咱俩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草根出身的人想要逆袭，就不能再把自己当人，时间、感情甚至良心我都能牺牲，只要能双拳打破家徒四壁，就算粘得浑身是尘我也认了这种身不由己的难过，像你这种一路顺利的人应该不会懂可能有的兄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会不会有点太高傲了但是那又如何呢？一个活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在世俗尘埃里面搏杀的人。你之前不是觉得春哥配不上你是吧？那这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春哥一路创业的苦所以你不懂他的值，你不知道他对你的真诚有多么的可贵。即便他只会送礼，他不会浪漫，他甚至非常的直男，但这并不能怪他呀。一个创业的男人哪来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女人对不对？他日若岁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那今天我就用一个创业男人的身份去坦然的承认自己的卑微，那谁又敢嘲笑呢？是吧？所有事业有成，但是感情永远不顺利的兄弟，我说的这番话呢，也是说给你听的。你跟女人相处的时候，真的不用那么惶恐。你因为长期创业处在事业里面，你没有去研究过女人，不懂女人的那一套，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把你的这个值给展示出来，并且告诉她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的，但是这是我拿得出手的最大的诚意。我不懂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一套一套的东西，我脑子里的东西很简单，我不会聊天，不会浪漫，但是你的人生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学。只要你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差劲的，我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贬低你，包括你深爱的那个女人。那女人这里当时是过了10几分钟就回复了就直接说，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你记了这么久确实我不了解你，不该这么随意的给你下定义，很抱歉然后当时就说等你回国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那咱们呢，还是按照之前那个思路，就是这个女生是什么态度，我们就回忆她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一定不要被情绪所控制了啊！当时我们就直接怎么回她的。行，我刚才呢也是有点上头了，话说的可能有点重，当然不计小人过，咱回国联系吧。啊，女生当时也秒回了，就说哈哈哈，你刚才确实挺凶的。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川菜，味道非常不错，每天排队排得很长。那经过这一次博弈之后啊，很显然这个女生对春哥其实有了一个全新的印象，而且她也愿意主动的去了解春哥，对不对？像这种已经有了好感基础的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稳步推进关系呢？有一天我就让春哥去问了女生啊，就说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女生当时直接秒回的啊，就说哪句啊？我们当时怎么说的？你不是想有自己的专辑吗？专辑有点难，但是我有个朋友拍了部网剧，缺人唱主题曲，要不试试啊？那当然了，这个所谓的朋友啊，其实也是我给春哥推荐的一个个人人脉啊，而且只有行内的人才知道。像这种网剧主题曲的这种演唱人选啊，200块说实话就拿下来了，根本不算什么事儿。但是在女生眼里呢，可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记住了她的梦想，而且还付诸了行动。那你觉得她会不会记住，哪怕后面没成，这事儿都得记春哥一辈子，对不对？啊，女生当时这里直接回复了一大堆消息，就跟得到了一个心爱的那种小玩具的女孩是一样的，就是肉眼可见的，她是真的感动到了啊。当时我们也直接回复说小事儿，别太激动了啊，把嗓子吼破了，那可就没机会喽啊，就是我们开个玩笑，对不对？啊，说收到，哥你咋对我这么好啊？好，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女性机灵刻着的，很随意就能发散出来的一个废词。很多兄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办？大概率会下意识的说什么因为你值得呀，啊，因为我喜欢你呀，等等这种类似的话。但是当你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就大概率会失去这个女生，因为你的这些回答都充满了欲望，本质上呢，你都是在期望她能给你回馈，而这种浓烈的需求感和算计感，就会让你们的关系变成一场交易啊！这也是男人的第4个阶段，叫做绝食目空，去放空你的欲望，你的执念，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图他的回报，只是为了他能开心，那同时你也就开心了，所以你愿意给他奖励啊！记住这种心态啊，它能够让你跟任何女人都能建立得起来那种最纯粹、最滋养灵魂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怎么回复他的啊？我们直接说，非要找个理由的话，看到你啊，就像看到了20多岁的自己。那个时候我没能力去实现我的梦想，所以我想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去助你一臂之力，就当是宴请少年时的自己了。以后你的事儿我都多上点心，如何啊？这句话呀，其实就没有任何关于我喜欢你类的字儿，对不对？也没有任何什么做我的女朋友可以吗？有的只是那个什么最赤整的那份欣赏之情，还有托举之意。你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给他提供一个向上生长的台阶和平台，也给他提供了这种放肆时的底气和庇护，给他提供一路上的陪伴和鼓励。那这个时候啊，即便你这棵树一动不动，他也会主动去靠近你，亲密你，依赖你啊。最后呢啊，就是女生当时干嘛？回了一句好呀啊，当天晚上啊，就带着一份神秘的礼物去约兄弟吃饭去了。那这个礼物是什么？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春哥他后来一直都没有给我透露，反正就告诉我他俩有戏。后来确实他俩1个月来的时间吧就在一起了，而且期间这个女生还蛮主动的，就是主动的想要跟春哥突破关系。那这个 case 其实我分享到这里就够了，因为后续他们的相处细节就太细太杂碎了啊，没有什么太过具备代表意义的，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的情况也是需要量身定制的啊。你们要记住啊，弱时目强，强时目真，真时目绝，绝时目空。遇到失败的时候呢，先去变强，足够强大后再去提升认知，适应规则之后呢，再锻炼你的情绪主导，最后的最后去放空你的欲望，有所求方能满载而归。那如果说你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想要更高效去拿到结果的话呢，那可以点对点，好吧？焦哥还是那句话，这想想干嘛呀？带兄弟们
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期待与你同行，下课。